盛淮南穿咱们这身校服啊，可好看了。哎，你没看今天王主任那表情，坐过山车呀，简直太经典了。盛淮南挺厉害的，但切回主题，要换其他人啊，早就被纠正下台。那倒是。哎，说人人的振华新学霸，学霸哈喽。大爷，绳子得再紧一下。没事。得系紧点。我再推你一马。好，真好，你真好。没事。慢点啊。哥，洛洛，我已经带姑姑看过医生了，但是有几项数值有一些高。但是你放心，医生说问题不大，下个月我再带姑姑去复查一下。谢谢哥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个高中同学，他叫丁水静，他跟我说他要回振华重考了。他的个性是属于那种比较不按牌理出牌的，所以哥，到时候麻烦你多照顾他一些，别让他出什么乱子。嗯，我知道了。那先这样，拜。拜拜。嘿，水静，哎，这个玩笑开大了吧？这是衬衣，不是画布。别忙活，别忙活啦，有性笔画的，擦不掉。你先回家吧，我马上走了。在我心里，你的画是无价的，你的感情也是无价的。我希望，在你心里也是。我走了。
时间到！我们老板是4大校友，听说我们蝉联辩论赛冠军，开心的买了好多零食说要请客呢。快，这么好啊！哎，咱桌子呢？哎，我们把桌子举起来。你干啥呢？画画呢。你看啊，这个极客 app 里面有一个一画换一画的功能，就是我画完了之后可以跟好友互换，好玩。你也可以下一个。哦，是挺有意思的。那我也下一个，在我打工休息的时候就可以玩了。你说打工啊，你太拼了。我觉得大学4年的时间这么宝贵，我都挺觉得可惜。我是读历史系的，很多师兄师姐都说一毕业就会失业。趁我现在还是学生身份，人家愿意给我机会，然后我可以积累一点经验，多好呀！可是找工作这种事儿，你等到临近毕业的时候再想也来得及啊。现在不就是应该好好的玩，好好的享受世界吗？所以你天天就把自己关在那个龟壳里，尽情的在享受世界。Yeah。Guten Tag, Dank, auf Wiedersehen。你说啥呢？你猜？是德语的你好，谢谢，再见。厉害，这是我德国网友教我的。我们还约好了要一起去看汉诺威数字科技博览会呢。这么厉害？不过呢，就是在这个方面呢，我是非常赞同你的。人生难得，青春无悔，恋爱一回，这是我江百丽的人生座右铭。不过呢，我确实觉得大学的时候应该先积累工作经验，然后增加见闻。哎，对了，若芷，今天戈壁跟我说你去辩论赛了，说你坐在高冷的叶展颜和可怕的志文瑞中间，是不是真的？妈呀！哎，洛芷，那你们近距离看大神打辩论赛，是不是很过瘾啊？是挺精彩的，不过辩论赛呢，其实也就是看谁的条理清晰、逻辑缜密，谁的心理素质够强大，能够坚持己方观点，不被对方情绪所影响，就赢了。我以前真的只觉得盛淮南这个人吧，个子高，长得帅，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他就是完美。不过我跟你说啊，你呢崇拜可以，但是你不要太入迷哦。因为盛淮南大神是我们洛芷的哦。女人守则好像还有一条，那就是吃东西的时候最好专心品尝美食，不要说话。我家的。来，不要说话，不要说话，来。阿姨，我要2份炒面，可乐鸡翅。然后水笋煮肉，还有一个火爆大头菜。哎，好的，等一下啊。你一个人吃那么多干嘛？哎呀，这是戈壁爱吃的，我帮他点。戈壁，我在30堂给你点了最喜欢吃的菜，等你来哦。那你们吃吧，我还要去先准备家教教材，先走了。好吧，拜拜，拜。你先吃吧，我有事儿没在学校。小爸，我跟你讲啊，有句话呢，师哥必须提醒你一声：长得再好看也不能跟戈壁学。这天天打着这讨论活动旗号，在这学生会里大吃大喝，实在是太过分。我记得他女朋友不是江百丽吗？他怎么也不管管？八成要闹分手了吧？再说了，他管得了？就是。不是管不了，是我不乐意管，懂吗？尴尬了。别哭了，已经超过10分钟了。是谁说，女人最重要的是要懂得适当的柔弱和适当的坚强，要懂得见好就收，不要做出被人鄙视的举动。我难受，今天我要演长时间。我只是提醒你要把握尺度，别被鄙视。要不然，你干脆更新一下你的女人准则，反正你也从来没实践过。谁说我没有实践过的？我。好啦，我哪次不是哭了是为什么？好了。
怎么了？你这小子来上课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比赛都比完了，当然要回来上课了。啊，那我坐哪儿？我的位子给你。那有个位子。谢谢你啊，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。那我够脚了，让一让。好好学习啊。要不我跟他换个位子？位子是大家的，又没有显原则，谁坐都可。那个，那个老师上次讲哪了？因为上次有带我的笔记，没看吗？上到这里。谢谢。说到这个盗窃罪啊，它是最古老的财产侵犯罪，几乎它的历史几乎和这个私有制的形成是一致的。私有制一旦形成，整个物品归到个人所有，那么这个盗窃罪也就形成了。那么咱还是讲这个自然孳息的问题。刚才我举了一个桃树和蜜桃的关系，那么说白了，蜜桃是桃树的自然孳息，那么它完全可以和蜜桃分离，但是呢，蜜桃也可以成为被盗窃的这个对象。那么说白了，我给大家画一图就明白了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假如说主人养一树，人开的特别茂密，那么这树上结一个桃子，那你说这种的树干什么？我就是想吃点桃子，然后你把这桃子拿走，就道理也很简单，大概大家也都能明白。但是一说到这个桃子，真的小的时候。历届学生大使的交流视频都在这儿了，王主任让我们先看看。
根本不存在。有的时候。叫《岁月的童话》。迪士尼的？不是，它里面有一段情节是这样的。上次在这儿的也是你吗？嗯。啊，我是说，谢谢你给我推荐的《岁月童话》，我很喜欢。你喜欢就好。那么可能很多年前呢，涉及不到这个，当时科技也没有现在这样发达。根据刑法典的第265条规定，以牟利为目的，盗接他人通讯线路。隔壁，隔壁。我就知道你小子没好好拍照啊！看看你拍的都是什么，有没有把咱们的辩手放在眼里啊？师兄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观众的反应才是对活动最真实生动的记录。你光看这观众的表情你就知道了，咱活动办的有多么成功。可成功了。哎，我这儿有个年底校友分享会的名单，你帮我看看。我想请从咱们师大毕业的那个陈氏集团的陈总来参加，但是呢，我给他的秘书打电话，秘书说他现在在南非开设新公司呢，过不来。哎呀，但是我又打听到陈总还有个女儿叫陈默涵，跟你之前是一个高中的，不可能不认识吧？陈默涵现在可是海大的风云人物，要是请不来陈总，能把他的女儿请来，也不错。来了分享分享自己父亲的成功经历，还有一些小趣闻什么的。至少这样，老师那边我就有个交代了啊。哎呀，陈默涵现在可是女神级别的人物，这么重要的机会，我相信师弟一定把握得住。就凭你的实力，绝对没问题啊！那师弟费心了。
你怎么那么慢啊？你不是说你感冒吗？我特意找了没冰的，找了一会儿。可是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不喜欢这个牌子。啊，那我再去选一些你爱喝的，然后再买点零食。不用了，今天我就喝这个吧。都说了，百丽，我们分手吧。这次又是怎么了？是上次那个外文系的小师妹吗？还是那个陪你去外拍的法律系的那个？他们又怎么勾搭你了？都不是，那个人你也认识。是他。这次校友分享会的邀请函我会亲自送到他手上。我想好好面对自己的感情，不想再逃避了。百丽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什么都顺着我。虽然那个时候天天埋在女孩堆里，也只有你愿意站在我身边，但是你知道，陈梦涵是我的心魔。我以为你早就有心理准备了。我很想跟你说我不喜欢什么东西，因为只要是你喜欢的，你买给我的，我都会说好。但是我今天真的忍不了了，这个汽水它又容易没气，香精味又重，真的是难喝死了。我还要跟淮南去商量校友分享会的细节，你先回宿舍吧，别着凉了。也请你冷静一点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，我真的不能放弃。你要这些我不管，但至少在校友分享会之前，我都还是你的女朋友，对不对？
哎，对了，同学们，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就咱们这次的期末大作业大概有2个选题，我先跟大家交代一下。第一个选题呢，就是结合我们这一学期所学的法学知识，然后来谈一谈跟你们自己的这个专业有什么之间的联系。那么第2个选题呢，就是也是结合我们这一学期所学的，谈一谈你对一个社会热点事件的一些看法。就大概这2个选题，我希望大家提前准备一下啊。那这堂课先到这儿，下课。我有问题要问教授，你们先走吧。可以呀，老尚，坐着吃饭吗？你这请假请这么久，一回来就直奔主题啊？哎，赶个节课太阳累不累啊？脖子酸不酸？腰痛不痛啊？今天晚上还能打球吗？啊？能啊，这么厉害呢？敢不敢约？我帮你。哎，罗晨，过来。今天中午一块吃饭吧，老盛请客。中午一起吃个饭吧。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没事的。你的邀请是我们重拾友谊的开始吗？还是你只是应和明锐的话，随口邀约？最近一直忙着准备辩论赛，有些信息确实没来得及回你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如果真的不方便的话，没事儿。你现在挡着我没法收拾东西，怎么吃饭？哎，这家好，4大请你们最爱的约会餐厅，咱们也可以去朝圣朝圣。不需要。不需要。呀，这么有默契呢？那就换一家。罗姐，你中午一般喜欢吃什么？哎，老盛，一会儿一起吃饭吧，我有学生会的事找你说。我约了明锐还有洛枳，要不你跟百丽也一起吧？还是改天吧，你们先忙。啊？你上次吵着要吃的那家烤肉店今天打折，一起去吃。谢谢你们的邀请，我们下次再约吧。不去了。那明锐，老盛我也带走了，我们有学生会的事要谈，很紧急，下次请你吃饭。你也不吃？自己解决。喂，找个人吃饭没这么难吧？试试吧。雨晴，我们要不要一块去吃冰淇淋啊 ？DQ， 新口味，我请你。考虑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们过得好吗？盛淮南应该不吃 DQ 吧？是你想吃。盛淮南的档次怎么说也应该是哈根达斯吧？雨晴啊，你什么时候能学学洛枳啊？吃吃吧，都不吃，我去食堂吃。干杯！还是大口吃冰淇淋最带感了。
管他肚子疼不疼，会不会感冒呢？我们先吃冰淇淋，再去吃烤肉，这样我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还是小口一点吃吧。哎，你跟盛淮南怎么样？你跟他坦诚心意了吗？你怎么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呀？没找到好时机，失联了3个星期。看了他的辩论比赛，你刚才看到的，就是我和盛淮南的最新交集。不过呢，确实，从眼光和审美来说，你还是比我好的。起码也是得像盛淮南这种对廉价感情没有兴趣的人，才值得你15年念念不忘。念念不忘是有了，有没有回响，就不知道了。我跟隔壁分手了。走，不吃了。嗯。好了，你现在可以放胆哭了。刚才是我不知道情况，带你去了人那么多的地方。你现在可以好好的发泄一下，你就当我是空气，这回不限制你时间了。我冰淇淋只吃了1口啊！你哭完我给你买。但其实说实话吧，这一回要怎么哭，哭多久，我一点想法都没有。隔壁这次是铁了心了，要在学生会年底的校友分享会上把他追回来。是你上次说的那个女孩。隔壁他敢，你怎么还能这么淡定啊？那个气势汹汹的江百丽哪里去了？这不是看风景的时候，我帮你出气去。哎，你一个堂堂学霸去找4大花心男生开撕，这传出去得多难听啊！好吧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你哪儿也不用去，就在这陪陪我。其实我早就知道，迟早会有这么一天。每次我被隔壁气哭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老天干脆早点让那个女孩把隔壁领走算了，不然要我自己放手，肯定下不了狠心。我就没见过哪个女孩把男朋友捧在手心，当老爷子一样伺候着。怕摔了给他扶着，怕冷了给他搓手，怕饿了天天给他送饭送零食。结果不还是一样，还是被当备胎一样一脚踢。但是这些都是我自愿的呀，我看见隔壁开心我就开心，这个过程我是开心的呀。隔壁喜欢的那个女孩叫陈若涵，我说过的吧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有艺术气质的女孩，而如果你看到她拉琴的样子，你肯定也会被她圈粉的。她坐在那儿抱着琴，就好像有一束追光打在她身上一样。我站在她的身边，就只配做她背后的阴影。
是太好听了，就是荡气回肠。你看我这眼泪都出来了。今天就先这样吧，变得差不多了。好。来，把琴给我吧。不用了，琴是我身体的一部分，谁都不能碰。205练习室的湿度太高了，影响我琴的音色。下次我来之前，记得先开1个小时除湿。好的，好的。保持湿度是最基本的要求，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，下次我就不来了。真的不好意思啊，下次我们一定会注意的。我留个联系方式，下次来之前我会提前1个小时提醒你的，记住了啊。啊，好，谢谢啊，慢走。要不要搭个便车？啊，不了，我就到那边坐公交车就行了。我来吧。来，我喊。明天我再帮你带早餐吧。你不是喜欢吃市场前面那家小笼包吗？味道是不错，但你家不顺路的。啊，顺路。啊，还有这个餐盒，我也顺便给你带回家洗了吧。205练习室的湿度太高了，影响我琴的音色。下次我来之前，记得先开1个小时除湿。好的，好的。保持湿度是最基本的要求，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，下次我就不来了。真的不好意思啊，下次我们一定会注意的。我留个联系方式，下次来之前我会提前1个小时提醒你的，记住了啊。啊，好，谢谢啊，慢走。要不要搭个便车？啊，不了，我就到那边坐公交车就行了。我来吧。来，我喊。明天我再帮你带早餐吧。你不是喜欢吃市场前面那家小笼包吗？味道是不错，但你家不顺路吧？啊，顺路。啊，还有这个餐盒，我也顺便给你带回家洗了吧。小笼包要配上正宗的镇江香醋，弄错了我可不吃哦。不会弄错的。好了，你上车吧。明天见。当时他更当然是。哎，你们瞧着啊！怎么回事啊？莫汉的保温盒。看路呀！这是我朋友的保温盒，很贵的，一套要几千块，你们赔钱。你说几千块有几千块？赔钱！赔什么钱啊？我没钱，就让你赔。等我说睁开眼就睁开。怎么回事啊？招手打死！打他！离家老大回，走了。对。打他！来。这缘分藏在春雨里生根，默契中。同学。
先不用谢我，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吗？你和陈风涵是好朋友吗？那太好了，明天早上7点在这等我。你能帮我送早餐给陈某？不好意思啊，那个路上堵车，我来迟了。没事儿。你交代我的任务我都给你完成了。哎，给你看，这个是莫涵在食堂的时候，然后这个是他拉琴的时候偷拍的。然后还有这张，就是偷拍。我家和陈梦涵家是世交，我们是青梅竹马，所以不管他走到哪儿，我就跟到哪儿。他总是对我爱答不理。上了高中后，我观察莫涵好一阵子了，发现你几乎跟他形影不离。我这次请你来呢，就是想问你几个关于莫涵的问题。你知道莫涵打算考哪间大学？莫涵喜欢什么花啊？莫涵最近在看什么电影啊？哎，你要问我这么多问题，是不是得先讨好我这个红娘啊？当然了，要不然怎么会请你来高档餐厅 What would you like to prefer? Je vais vous prendre des cookies salades, des discussions spontanées, des poussemaks soufflés. Merci. Thank you, sir. We listen. Merci. 你好厉害啊！你们说的是法语吗？你会用法语点菜？其实我是为了莫涵才学的法语。这里是我和莫涵小时候第一次见面的餐厅，那个时候他也点了山雅克扇贝、勃艮第蜗牛，还有舒芙蕾奶酪。10岁的小女孩就会用法语点菜，甚至教你怎么品味红酒，教我怎么对她不上心。10岁的她一边吃着舒芙蕾奶酪，一边还说：“这种口感就像2只蝴蝶在夏日的微风中翩翩起舞着，真是美极了。”这是我和你第一次吃饭，但你却只沉浸在跟另一个女孩的回忆里，彻底无视我的存在。你尝尝这个。嗯。这个。我来吧。尝尝。好吃吧？软软的，这种感觉我第一次吃。吃，别跟我客气。我的暗恋史，就是在童话故事里王子公主的爱情套路毫无抵抗的照单全收。大一那会儿，我为了追戈壁，还结结实实的闹了一出跨校爱情剧，遭到四大和海大全校女生的集体唾弃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昨天不是答应了今天要跟戈壁约会的吗？他都已经在校门口等了快1个小时了。谁答应跟他约会了？啊？不是，
昨天你们新生开学典礼的时候，他不是上台给你献花了吗？还给你告白了呀？你不是也答应了吗？我是觉得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了，给他个台阶下，场面话你懂吗？这怎么能是场面话呢？你说的是一句承诺，你说你愿意做戈壁的女朋友，你们学校那么多人全都看到了，还给你们送祝福。而且戈壁特别开心，他回去就跟四大学生会的人都说了。你要是现在反悔，你让戈壁怎么下得了台啊？那凭什么我要给他善后嘛？他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，大张旗鼓的跟我表白，那也没替我想一想啊！这典型就是道德绑架嘛。梦涵说的没错，敢在我们海大新生典礼上做出这么露骨的告白，也不担心梦涵会不会下不了台。这种缺乏诚意、过分这样的男生，肯定不是什么好货。是啊，我也是为了给他面子，他要演戏，我就陪他演。可是戏演完了，他没有走出来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吗？梦涵，你这么说就过分了吧？这怎么就是做戏呢？你说出来的话就要做到，别玩弄戈壁的感情好不好？既然你这么喜欢戈壁，那我把他让给你好了，这样我也省心了。陈默涵，你凭什么嫌弃戈壁？你知道吗？戈壁为了你从小学习法语，他为了你掏心掏肺，在所不惜。我看你说的场面话不是为了给他一个台阶下，你只是怕拒绝他以后自己被人说闲话吧？你这个自私自利的人！你太过分了！我高中的时候还觉得你是一个完美的女孩，我那么喜欢你，崇拜你，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随意践踏别人心意的人，你真是白让他喜欢了那么多年。哎，这不戈壁吗？说曹操，曹操到，戈壁来了也好，这下可把话给听清楚了。戈壁，梦涵，别生气。戈壁告白第二天立刻被秒甩的消息传遍了两边的学校。我实在是不忍心看着他放纵自己，只能跟在他的后面，给他收拾烂摊子。只要戈壁一没回宿舍，我就疯狂在街上、在酒吧一间间的找他和他的那辆银色奥迪，然后我会把烂醉如泥的他扛回去。上影证据，
之前戈壁还没有答应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每天就跟发了疯一样的照着3餐跟他表白。早上好，我爱你；中午好，我喜欢你；晚上好，我想你了。你知道他都怎么回吗？怎么回？他要么呢就不回，要么就用千奇百怪的答案来回避问题，什么爱心表情包啊、亲亲表情包，一个都没给我发过。唯一有一次，就是学生会庆功宴之后呢，他有点喝多了，然后他就从后面抱着我，就这样，然后他就把他的下巴放在我的肩膀这儿。当时真的觉得肩膀还有我的心里全部都痒痒的。然后呢？不是都说酒后吐真言吗？那我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。我就问他，戈壁，你爱我吗？得到想要的答案了。他就伸手往窗外一指，他就说，我们就像沙县小吃和庆丰包子，永远在一起。我当时真的听完这句话，我的眼泪就直接流下来了，然后我就把头往旁边一撇，不想让他看见。哎，对，你知道戈壁为什么会答应跟我在一起吗？为了和陈梦涵赌气吧。这个答案是不是特别容易猜到？对，那天戈壁突如其来的答应我1008式的骚扰告白，就是因为陈梦涵跟他说了一句，戈壁，既然你不死心，那不如我们在一起。那句话真的是把戈壁的自尊都伤透了。然后戈壁转头来就回复了我一个字，好。我的爱情是他们2个人之间的一个赌注。江百丽，我确确实实是服你了。如果换作是我，知道对方心里有别人，喜欢的话根本不可能敞开来说的。但是我跟你说过了，我反正现在已经是破罐子破摔了，我就把爱戈壁当做一种仪式，一种习惯，痛多了就能笑了吧。传说中呢，人鱼的眼泪落下来就会变成珍贵的宝石。我真恨你没生成这个无主。你怎么不能说点好听点的？所有称得上安慰性质的，大部分都是废话。那介意呢？你又不会听，听了也不会做。就算我不听，那你也说说嘛。你说嘛。我想说的，就是戈壁跟你说的，分手吧。我不要分手！做了这么多才走到这一步，不走到结局，我绝不甘心，绝不放手！知道啦，甘心小声一点。不这样说。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戈壁的女生就是我江百丽，总之我绝对不会放弃。傻瓜，你不也是一样傻吗？
好歹我还当过隔壁的正牌女友，你呢？等了他15年，还在等他离你更近一点。如果我让你放弃申花男，你能放手吗？百丽说的对，至少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做了回主角，哪怕是苦情戏也好，都比老当观众的我要强多了。我的日记里只有盛淮南一个人的名字，而我在他心里却只是个路人。盛淮南，我好心帮你约落纸，结果饭还没吃，人全跑光了。老大和老四都跑出去约会了，我一个人吃的是方便面，你知道吗？我太惨了。这么惨啊？我夜宵都给你买好了。这差不多。你别这么看我，我心里发毛。我就是搞不懂你。前几天上辅导课呢，不是请假就是装忙。今天什么情况啊？啊，这么主动，solo 着旁边去了，你这个画风变得难以接受啊。我问你啊，比如说你对一个人特别的上心，然后又把他当成学习的目标，这样的话，你可以跟他做到就是完全的同步还有默契吗？你是说，如果我请许日清去吃高档的餐厅，陪他逛精品购物店，然后研究名牌包的历史，我就能跟他思想同步吗？不可能！我这还没开始，我估计我钱包就已经花完了。提议否决。不是，你跟我同寝室这么久了，算起来比亲兄弟还亲了。你怎么连我想问什么都不知道？哎，你这是在怀疑我们的友谊吗？你再说一次，我好好听，我肯定能理解。算了，不说了。想要默契同步很简单啊。哎，这个，喂，都骑这么慢，滑都比你快。比谁先到啊？哎呦，来呀，来啊！哎，这儿，早给你留好位置了，来，签个字。现在才来补选，你跟得上？助教，作业我都已经写完了，你觉得呢？这奇葩也来学法导，
，80%是别有用心吧。来，我说一下啊，还没交作业的同学，现在可以交上来，或者下午4点之前把作业发到文教授的邮箱里啊。本次完成作业缴交最快的是骆志同学。哦，是骆志。哎，哦，这个骆志同学在吗？在。哦，你就是骆志啊？你这名字挺有意思啊，但是这发音确实有点尴尬，这跟你的形象气质完全不相符嘛。哎，如果你需要改名的话，我呢对这个姓名学略懂一二，咱们私下可以交流一下啊，尽管来找我啊。哎呀，骆志，这人谁啊？隔这么远调戏你，他是不是看上你了？看上我不是挺正常的吗？我这么好的女生。祝家张伟呢是学生会大3的师兄，见过几次，私底下风评不怎么样。老生，这个张伟是不是得罪过你，还是麻烦过你啊？从来都不评价人的你，这开口一次真的是比大熊猫还罕见啊！借过一下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给你擦了，这老生和水也太会那个什么，这碰瓷儿也太假了吧！我给你擦，来，我给你擦。以后出门啊，多备几件衣服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扑啊又泼一下，扑啊又泼一下，是吧？哎，你不是有个衣服在吗？哦，看出来看你了，真的是。有这么好笑吗？笑了1节课了。看来这泼水的套路是跟定你了。我只是很好奇，你到底还要再被泼多少次才能遇到你的真命天女？好吧，小姐姐，不要再嘲笑老盛了，好不好？你说谁想碰到这样的奇葩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准备去趟小超市，一起吧。不了，我还要去图书馆做英语学习字卡，给家教备课用。以你文科学霸这个程度，随便丢2句儿歌得了，那么认真干什么呀？我很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，对自己也有要求，必须随时让自己的表现担得起这份薪水。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应付了事？道歉。啊？道歉。不用什么事情都要道歉的。这样吧，我罚你替我买薯片。要什么味啊？各要1袋。不，我刚刚平行时空了吗？我为什么要道歉？没事，带钱。我带钱了，带了就好。啊，都是你的。看到的人还以为我要开什么薯片趴呢。总有你爱吃的口味吧？不是你干什么？你上次不都浪费食物吧？节约空间，这样才能装进包里。啊？谢了。啊，你别谢我，他买。你吃薯片会渴，搭这个吃。谢谢。你请客，现场有份啊。Excuse me？ 惹不起，惹不起，惹不起。你到底几个意思啊？补偿我，讨好我，
还只是一时心血来潮。我们到底算什么？你是不是一直在生我的气啊？不能生气吗？你之前在梦幻王国的时候对我态度那么亲密，后来又把我当成陌生人一样，我不可以生气吗？怎么都不回我呀？你干嘛呢？睡吧，没事。下午我没课，还你上次没吃成的午饭，见个面吧。洛枳，你没发现叶展言最近很亲近吗？听说他最近被几个男孩子追得很紧，暂时没有时间来盯沈淮南。可以来说这个啊，就当是我吃到薯片心情好。叶展言怎么也是沈淮南的前女友，少了他，你跟我机会都变多了吗？不是？没想到你这么热心，挺可爱的。我会继续盯着沈淮南的，你好自为之。4年前的秋天，他在漫天金黄的落叶中朝我走来。但他眼里没有我。我写下一篇又一篇关于他的日记。4年后的同一天，这次他真的看到了我，朝我而来。走吧。展言，咱俩去看电影啊？还是你想听演唱会？我有办法能弄到 VIP 的票。李大为，你给我听好，后天是我主持的读书会，我还没有看完师姐给我指定的参考用书，真没空搭理。哎，展言，我也爱读书啊，你跟我说，我绝对能帮上你。费马大定理怎么证明？笛卡尔的心形线怎么画？阿基米德罗线又长什么模样？数学理论和爱情怎么样才能有关系？你一题都不会，你还想帮我什么呀？哎，我的飞马！哎，别动！
XN4放假了。哎，你小子有病啊！你推我干什么？李大伟，是你自己倒退走不看路，踩人家数学方程式了，怪不得别人。算你小子命好，展颜替你说话。对，这次我就不跟你计较。对不起啊。你美的简直就像笛卡尔的心形线。说实话，你也不太对啊，在大马路上就解题，你有这么着急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叫卓晨，是思明大学数学系2年级的学生。我刚刚走着走着，突然就想到了解题的式子，我就迫不及待地蹲下写了，我忘记这是在马路上。你是数学系的呀？对啊。那你能帮我说一下这本书里的数学公式跟爱情到底有什么关系吗？好啊，比如说2个人会在什么时间相遇，在什么地方，交往多长时间之后会分手，一起来用。谢谢。谢谢。我还以为用3根筷子吃饭的绝技，全世界只有我会。百丽看我拿3根筷子吃饭，很不以为然。她说老祖先明明发明2根筷子，准没错，那是千古流传的智慧。双双对对好彩头，用3根多不吉利啊！百丽真的是言情小说看太多，什么话一到她的嘴里啊，都变成罗曼史段子了。你很不喜欢吃肥肉吧？我也是，小的时候啊，我去别人家里做客，有人很热情的帮我夹菜，可是我一边说谢谢，一边又觉得很尴尬。因为菜里有肥肉，可是我又不爱吃，于是我就偷偷的把肥肉全部都放在板凳的横当面上，整个横当面全都被我摆满了，肥肉整整齐齐排成了一队。我小时候也是这样，那后来被发现的话，很糗吧？哎，河南，每次看到你这操作，还真是挺风骚啊。你这3根筷子是怎么弄的？小时候呢，我爷爷看我吃饭不够专心，眼睛老往电视上瞟，就训练我，逼我用3根筷子来吃饭。刚开始我是1口饭都吃不到，后来饿了几顿呢，饿怕了，自然而然就学会了。这也算是一种求生本能吧。你吃肥肉吗？我不爱吃。哎，我最喜欢吃肥肉了，给我吧，我来帮你吃。小时候我妈跟我家里阿姨觉得我瘦，所以天天给我做肥肉，让我天天吃，天天吃，我都快给吃吐了。后来呢，我就把这个肥肉放在椅子的这个横当上面，然后就被阿姨发现了。我就说：“阿姨，你切的真好，切的真整齐，每一条都是一样大，跟这个横档一样。”上次是我出神，这次换成你，没必要这么记仇吧？那你现在还会把肥肉挑出来？我又不是小孩了，没有人会帮我夹肥肉的，哪需要费那个心思？知道吗？世界上其实没有什么。
不过这个事情过去很久了，很多我都忘了，我甚至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。不过我好像对他说过一句话，我说，我对他说。我想不起来了。不过我好像对他说过一句话，我说，我对他说。我说，我想不起来了。那后来呢？没有后来了，我再也没见过他。只不过，他就变成了一个念想，永远留在我心里。真浪漫。正因为没有后来，所以才更温柔吧，更让人念念不忘。你怎么了？我没有，我那个眼睛突然有点太酸了。对，总之，今天谢谢你请客。别客气，这都是之前欠你的。吃吧。好。可惜高中的时候我们不认识，不然
我也觉得可惜。我也觉得可惜，这是我今天说的唯一一句真话。我没办法像你一样，仿佛相见恨晚，感受到发现巧合的惊喜。3根筷子，不吃肥肉，浪漫就是没有后来。这些都是我编造出来的，一切的真相，都是我为了靠近你，制造出来的默契。其实那个故事是有后来的，在很多次的后来，只要经过那个广场，我都会不自主停下脚步，在那里等上一会儿。我知道要再度遇见那个小女孩的几率实在是渺茫，但我永远会记得，曾经有个小女孩，她不带着任何目的的护着我，让我真的很想牵住她的手，把她留在我身边。洛哲，明天几点下课？要不要一起去个图书馆？可以啊，我学会主动出击了。我看看，哎，我提醒你别乱动啊！你凶我？你凶我？我很可怜的，最近都没有人陪我吃饭啊。这个世界为什么对单身狗的敌意这么大？我真的很难过的。这么可怜啊？那我请你吃顿夜宵吧。1个星期。你讹我呀？我正好知道有个好心的女孩叫洛芷，她应该很愿意关心单身狗，她应该很愿意请我吃1个星期的饭。我想给她发微信，你看，这是她的微信，发什么呢？那个10天，成交。我们学生会年底要办校友分享会，我是协办人，来吗？好久不见，想邀请你来我们学生会年底的校友分享会，约个时间给你邀请函。分享会上有江百列，就没有我。我和百丽分手了。喂，莫寒，
真的和江百丽分手了？啊，我已经跟百丽说清楚了，在我心里自始至终都只有你一个人。当时和百丽在一起是我一时冲动了。莫寒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你什么时候把邀请函拿来，什么时候再说吧。漂亮！哎，那要不要帮你们俩抽张塔罗牌，看看未来啊？这个主意好啊！我对不起啊，不是故意刺激你的。这是给你买的小龙虾。等抽好了牌，我会告诉你结果的。等等我，百丽！百丽！百丽！千万别做傻事啊，百丽！百丽！百丽，你还是死心吧。我们现在就结束这一切。这是你的鸭脖子橘子汽水，以后也别再见面了。难怪你突然跟我说想吃西校门口人家小龙虾，你让我跑那么远去买，你就是为了支开我，好给你的陈梦涵打电话，对不对？戈壁，你这个人有没有良心啊？你当初被陈梦涵拒绝的时候那么伤心，你喝多了醉倒在路边，是谁把你扛回学校的？是谁上上下下帮你忙活学生会的事，3天3夜没有合眼？是谁一次又一次容忍你的坏心？天天盼着你浪子回头，我还要第一个拥抱你。这些陈梦涵，好，我知道了，都是我的错。我现在在这里郑重给你道歉，都是我害了你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不应该跟莫寒赌气答应跟你在一起。我是个渣男，是个无赖，你值得更好的男人，你知道吗？但那个人不会是我，他不是我，你懂吗？可是你说的，我们就像沙县小吃和青蜂包子，永远在一起。你还说跨年的时候，我们2个要一起许愿，期待愿望成真的。百丽，你别闹了。明天早上的课我会继续帮你占位子的，可以睡饱了再来，拜拜。江百丽，我爱的是陈梦涵，不是你。江百丽，你可以的，没事。隔壁你就是个混蛋。洛枳，都快熄灯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啊，我等百丽呢，你先睡吧。哎，百丽会不会今晚不回来了呀？她跟她男朋友感情不是挺稳定的吗？要是真的感情稳定，她就不会3天2头在寝室哭了。也对，现在这个年代啊，女生最怕遇见渣男了。就像我，永远把事业和工作当做唯一的爱人，永远忠诚，也不会失恋。哎，李明，我也是这么觉着的。要不然这样吧，等咱俩老了之后，就租一个房子住一块儿，也不怕病了没有人照顾。你觉得呢？认真的？认真的。好，那说定了。哎呀，晚安，老伴儿。晚安。
哎呀，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来？要不要我去接你？百丽啊，你怎么这个点儿才回来啊？你手怎么这么冰？我给你倒杯热水去啊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太累了，爬不上去了，今天就睡你这儿好吗？我得赶紧睡了，要不然明天第一堂课我就没法帮隔壁占位子了。你都已经冻成这样了，你还管他上不上课呀？真没见过你这么自虐的。乐之，你说我还会遇到更好、更爱我的人吗？爱情这种东西，酸、甜、苦、辣，你通通都得尝一遍。或许更好，或许更苦，谁知道？难怪他们说，初恋是不会有结果的。太苦了。各位同学们注意了，你们今天真的非常有眼福，为什么呢？请看，这是一本普通的书，普通的书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我们合上它，注意了，因为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请注意不要眨眼睛，因为马上，哇，太精彩了！哎，哥哥。简直就是个人才，注意呢。哎，接下来呢，更精彩的来了。这是一条丝巾，什么都没有，来给大家展示一下。但是只要我把它挂在手上，这么一吹，它就会。哇！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都已经等了20多分钟了。送我这种道具玫瑰有诚意吗？你好歹在网上订999朵玫瑰，那才叫一个大气。哎，同学们都散了吧，上课了，我们上课了，上课了，上课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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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上课了，上课了。你现在可以跟我说了吧？盛淮南他忙完辩论赛，他在做什么呀？实话跟你说了吧，老盛他已经有喜欢的人，你别惦记他了。不可能，盛淮南他对我有意思，这点我不会感觉错的。
你赶紧告诉我，盛淮南他现在在哪儿啊？我不知道。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你别跟我兜圈子了，你赶紧告诉我。我又没在他身上装什么监控器、定位器，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啊？张明瑞，你故意让我看你变魔术，你就是拖延我时间，你不想让我跟大家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哎，许日清，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。我们明瑞这么死心塌地的对你，哥几个看他昨天晚上练魔术练到大半夜。对啊，真的练了一晚上呢。在你心里，张明瑞是这样的人吗？明瑞，喂，你等等我。我说明瑞也是太惨了，想追的妹子喜欢老盛，哎，你说那差距太大了。对啊。听说淮南拿了辩论赛最佳辩手，我就知道他肯定行。听说淮南蝉联了辩论赛冠军，替我恭喜他。怪了，唐文他们最近好像特别关心我们学校的活动，尤其是关于老盛。该不会？我们刚刚笑了明瑞，不会一转身事情落到我们头上了吧？不行，我得给唐文打个电话。对，我也给小文打个电话。喂，小蔡，你在上课吗？哎，唐文啊，这周末我来找你啊，我给你带了厦门你喜欢吃的特产。好，不麻烦。日清，你上哪儿找他去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他今天没课，不在图书馆，就在三食堂，你选一个吧。你到底说不说？图书馆。喂，盛淮南，你坏了我的好事儿，就是为了给自己铺路，是不是？日清，哎，想吃哈根达斯吗？我带你去吃哈根达斯，走。不去，走了，我去。盛淮南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喜欢的人不是我吗？你现在在这里跟别人成双入对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说什么呢？喜欢你的人是张明瑞，又不是我，你搞清楚点儿。你说谎！你看，我的微博里你每天都给我点赞，这就是证据。这些赞是张明瑞拿我账号去点的，不是我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是个误会。我知道你喜欢他嘛，然后我拿他的微博给你点赞，我只是想让你开心而已，我没有其他的意思，你不要生我气。你让我这么丢脸！不丢脸，不丢脸，我们跟他解释就完，你不要生气。哎，日清，你为什么要说出来？我知道我喜欢他，他喜欢你，可是你为什么要说出来？你是不是兄弟啊？是你兄弟我才说的呀，你为什么老窝在我背后做一个胆小鬼呢？我没有。张明瑞，你冷静一点。如果不是盛淮南捅破这层纸，那个女孩怎么会知道你对她的好啊？如果这样你能好受点，能好好面对自己的感情，哥们这下来得值。
你真的有这么喜欢盛淮南吗？我今天特丢脸的，让你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你很失望吧？但就算是不是为了让你放弃他，然后接受我，我只是想让你开心一点。我想让你明白你在做什么，这样以后才不会后悔。我当然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，但他那些暗示又算什么？他的眼神，他的笑容。上次我们一起去图书馆，我睡着了，他把外套披到我身上。你们出去玩总叫上我。首先，老盛的笑容的确很容易让人误会，我不知道这是家教好还是发自内心对人的体贴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因为我喜欢你，所以他替你披的外套是我的外套。因为我喜欢你，哪怕他不想叫你，他也会配合我叫你。你不懂，你真的爱了，你就知道了。真的爱了？我不懂。你真的当我是千年老二没有感情？我没有真心吗？好啊，那我问问你，你说你放不下老盛，是因为你真的很喜欢他，还是你不甘心，你咽不下这口气啊？真麻烦，这段时间都没法笑了。这是重点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把你也牵扯进来。明蕊也是我的朋友，我明白他暗恋的辛苦，我也知道你是为了他好，所以才会让他认清事情的现实。有句话这样说的，幻灭是成长的开始，人总要面对自己不敢面对的感情，才会真正的长大，不是吗？要战士破相了，破就破呗。这个给你，要记得按时涂。谢谢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一会儿有空吗？带你去个地方。风景不错吧？整个四大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这儿。这就跟一个充电站一样，我读书累的时候经常就会上来，看一看风景，就好像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。而且，这也是我第一次跟人分享这个地方。这里确实挺适合独处的，一个人看看书，听听音乐，心里头特别安静。我怎么感觉，你好像认识我很。
但是那儿有个女孩在唱歌，然后我听到她的歌声之后，我就放松下来了，就把烦恼都忘了。那你看清她的样子了吗？但是我记得她的那个歌好像是这么唱的啊。谁的眼里何寻？你写下多少命题，让我在心中不停问自己。不过那天那个女孩唱的没有我这么糟糕，她唱的好听多了。哦，对了，百丽还跟我说让我带东西给她，谢谢你今天带我来这儿。那我送你回去吧，反正我也经常来，下次一起。那。趁热吃吧。谢谢啊，我没胃口。你还要在这藏多久啊？成天课也不上，只知道挂网，饭也不吃，就吃这些小零食。百丽，要不然我帮你也布置一个练功房吧，我这儿还有一些材料，1个小时准能弄完，保证跟我这儿一样舒服。谢谢你啊，我有需要会跟你说的。好办。洛枳，你就别操心我了，反正也没人在乎我。无论如何，马上到期中考试了，抓紧一点。你别跟我说你这些什么星座命盘就是你们心理系的考试范围啊。心理测验呢也是有实验依据的。我除了玩星座八字，我还在研究罗夏墨迹测验，这是我论文要写的，我真没骗你。我呀，跟你们这些学霸不一样，我除了戈壁，也没什么别的人生需求。所以呢，怎么样都行，我只要能考过就行。生化难吧？这阿星啊，没事，你回吧回吧，我去洗澡。好了，啊，你这海报底色也太土了吧，换成粉红色怎么样？咱们这个是校友分享会，是为了邀请师哥师姐回来做就业分享，又不是什么交际舞会。难不成你要符合你女朋友的偏好？啊，没事，我只是建议，不行就算了。想和你借法导课笔记，
请收一首歌当谢礼，别期待，不是我唱的。我觉得这个海报细节没问题啊，发吧。好。想借笔记得多付出点努力，请思考后回答。世界上最幸运的昆虫是什么？你一个学生物的，应该能想到答案。是蝴蝶，因为丑毛虫变漂亮。蝴蝶的蜕变不是靠幸运，是它努力来的。正确答案是蜉蝣，因为朝生暮死，它一生都在过生日。聊到赡养问题啊，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新闻，挺有意思的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老王70多岁，因再婚的缘故被儿子拒绝赡养了。那么老王就深感不爽啊，把自己的儿子告上了法庭。那么对于这种事儿来说呢，一般持2种意见。第一种意见是觉得老王，你既然已经是一个70多岁的人了，那么你不管是从生理还是心理上都日趋衰竭。那么生活上呢，你自己既然已经决定再婚了，那么你就自己应该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，儿子不用再赡养了。那么第2种，我们说的是老人依旧有婚姻自主权，那么儿子一定还是要继续赡养的。对于这2者，我说，干嘛呢？一个个没精打采的上课呢？谁来回答回答？这2者应该选择哪个？我看你们都一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状态啊！我搞不好50年后这事儿都摊到你们身上。谁来回答？期末考试加0.5分啊！快点。罗芷。根据婚姻法规定，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。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，赡养人的赡养义务不因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变化而消除。罗芷回答得非常好。如果2050年你遇到了这样问题，可能能省一笔诉讼费。不开玩笑了，咱们话归正题啊，就是还是说这个老人的问题。那么老人的婚姻自主权是受法律保护的，这个是大家都认可的吧？就是不管他再婚还是要换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环境也好啊，换怎么样的一个人物关系也好，他至少和自己子女之间的这个血缘关系是没有改变的，对吧？那么所以说儿子还是要进行一定的赡养义务啊。那咱们接着看下一个例题啊，题的行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。这堂课的重点啊，抚养和赡养，回去自己再看一看。那么下堂课换你们找几个近几年来关于婚姻法的这种典型案例，然后你们一个个上台来给我讲，好吧？这堂课先到这儿，下课。我要去赶家教，就先走了。打球吧。打。走。你今天想我了吗？我今天可是特别想你。我现在穿的这个衣服都是咱们一起约会时候穿的衣服，然后我现在想想真是太幸福了。
老大，打球吗？不打了，怕晒黑。男人还怕晒黑啊？唐文不喜欢，他喜欢白白净净的。哎，最近我都想买点护肤品了。老尚，我正想问你，你平时都用什么呀？人家老尚是天生丽质，还不忘搓个大宝呢。你学学吧你。送你了。还是老盛对我好啊！哎，我也滋润滋润。肌肉男应该不属于小鲜肉那个类型吧？就不知道了。唐文有一次问我，他如果吃胖了怎么办？我想了很久。为了他有安全感，我觉得我得有强健的臂膀，才能抱得起唐文，才能让他永远都不觉得自己胖。记下来，这个都是重点啊，好男人。看你走得太匆忙了，我来不及谢谢你，告诉了我原来蜉蝣是一辈子都在过生日的幸运昆虫。换我这个读生物的出题考考你，请以法律人的浪漫解释何为爱情。